我是想不明白，国产 Q 的几乎马克9都出货半年多了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评测。你看看这做的多帅的那些博主竟然能忍住，特别是这头雕比群英版的要帅。不好意思，这两个的头我好像装反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玩的大通此大通非彼大通，因为你看它的运输盒呢是这样打开的，而正常大通呢是从上面打开的，完全不还原呀。不过它这个彩盒倒是完美还原大通了。对于这种拙劣的模仿，本来是不感兴趣的，但是它在鱼上竟然降了一张，到了现在的185，那还是搞一个来看一下吧。这马克9的编号假的也太离谱了，背面也有还原，不过大通的主体是布过保鲜膜的呀，它这就画蛇添足了。系数的设计倒是和真空雕的一样。然后我们拿出来主体看一下，嚯，这零件掉了一地呀，脚踝双架一碰就掉，没有上胶水。驱动器直接就安不回去，应该是背面这一个金属扣有干涉吧。这玩意儿它应该是直接翻的莫桑比克的改建成品，而且几乎马克9人气和颜值都很高，但是为什么就一直没有人评测这个呢？搞得我观望了这么久，只能是亲自上了。可以看到它的9瓣披风呢都有买铁丝，而且很硬，所以说摆造型是没问题的。而除了布披风和关节之外呢，几乎所有的零件都是用的软胶材质，所以大家需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软胶很肉嘛，而且呢还容易变形。我这边怎么缺一块？被卡到肩胛里面了，吓死我了。好了，这下子变形时更厉害了。而它驱动器的背面之所以会有一个轴呢，就是因为它没有给你一个 ID 面板，直接给你阉割成了一个转动轴关节，而且还是金色的。它浑身所有的金属轴都是这个颜色，依旧多此一举，根本转不动，太紧了。我们用尖嘴钳把它给别平它，依旧装不回去，是它变形鼓起来了，装和动之间很难接触到。那还说啥了？把小腿装甲和驱动器呢用胶水给它粘上，不然的话没办法做视频了。毕竟粘上我们才能看整体的效果。它倒是做的浑身的关节紧凑，说明这个厂子还是有实力的，毕竟软胶嘛很容易受磨，它肯定是等比例受磨了。除了头部，你看说成啥了，根本认不出来。软胶也是有好处的，会重一点，有着71克。细节方面，你问我这个头怎么这么奇怪呀？它哪里都奇怪，好吧。局部受磨导致各处的比例都是不对的。最逆天的是，唯一的透明件眼睛呢，它竟然是用金属色给你涂的，而不是用的透明色，导致把细节呢全给盖住了。然后我们拿一个群星版来对比一下，我先说明一下，如果说你想换一个零件的话，就注意。如果说大小刚好合适的话，那就是可以换的。连接肯定是不匹配的，需要你自行去改。你看个头一样大，眼睛和耳朵呢是更大一些，眼睛的细节很清楚，所以说群星版的效果更好。而且群星版作为低端玩具，默认偷色严重，但是尼玛 KO 一开始卖到快3张了，结果偷色偷成啥了？银色一点都没给。你看群星版呢，黑给齐了。既然这样，一会儿就试着把群星版的头给换上。然后这个眼睛呢，我之前是涂黄了嘛，看我评测视频的都知道。一会儿换头的时候，再把这些银色的银印呢给涂成金属色。然后尖尖的竟然不是布条连接，而是给了一个球形关节。不过这个关节呢是完全不可动的，所以胸甲肩甲之间呢有很大的缝隙，合不拢。镂空的造型倒是有还原出来，就是它浑身的零件呢都是软胶材质嘛，所以说呢细节糊的一批。而且那些不贴身的零件呢肯定会变形，变形是小事，主要是它左右不对称了呀。我听网上说的脖子不可动，但它确实是可以动啊，就是需要使点力气才能够转动啊。当然它身上的装甲虽然说是很肉，但是至少能让你看清它的棱角，主体没有像头一样变形和偷色的这么难受。绝大部分分色都有用银印来还原，肯定是要比你自己手涂或者是水贴效果要好。比起细节呢是歪了一点，倒是能勉强接受，因为银印对应的细节呢我用手都感觉不到，比如这一个灰色的刻线。手型可以看到复杂的手背甲呢有还原出来，也有分色涂装，手心上的红色也有给还原出来。这玩意儿吧，我感觉比起质改的优势呢，就是身上的漆面呢更结实，比起套几乎树体关节黑改白，它一开始就直接给你了白色橙红色的关节，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玩两下呢就掉漆了。翻到打印件嘛，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原件它的支撑柱呢没有给打磨掉，所以在本款各小角落里面都能看到这些凸起，这不是飞边，而是直接把打印的支撑柱呢给翻模过来了。改件是套的几乎树体嘛，所以说翻模呢也要把结构还原出来，这样就可以和同系列联动了，但是没必要。最后上半身还有一个问题，小腿甲呢是没给你粘，而小臂甲呢是给你没粘好，这样一看小腿甲没给我粘是正确的，你看另一边呢就没问题，只能是给它薅掉打磨掉里面的异物，然后再粘上了。腰带方面可以看到这个狐狸头呢也是变形的很严重，尾巴上的刻线呢是直接糊的看不清了，车扣呢是直接用胶水给你粘上了，不能够转动，而且还给你粘的很歪，可以看到我左腰上的呢是给你歪了70度，而右腰上呢直接给我歪了90度。下半身呢胯肯定是受磨了，可以看到比大腿根呢要瘦了很多，断层感看着比较难受。底下的防穿帮有给还原出来好评，然后就是大腿侧面的装甲呢，可以看到渐变色有还原出来，但是两边的颜色怎么不一样呀？一边很黑，一边挺红。小腿装甲我是给它粘回去了嘛，但是不服帖，脚部不在脚腕最中间，背面一点分色都没有给，上半身倒是给你分色了，不过在最顶端怎么有普通机库的3个插孔呀？可能方面低头没有，抬头的话还可以，转动的话不会被领子干涉住，因为它个软胶嘛有让位。胳膊的平台是90度，大风车没问题，大臂根可以平转，曲轴90度，手腕还是挺灵活的。胸腰部前倾后仰幅度还可以，转动的话没问题。胯部有下拉关节，车低80度，前低90度，后低45度，大腿根可以平转，屈膝幅度150度，脚腕的
接地性比较一般，脚尖有可动，人不可貌相呀。一拳保下来之后呢，他浑身的关节间挺不错的，也就是手上平转松，手带扣容易掉，粘上就行，反正没有可动。配件方面，一对五指大张开手，一对握拳手，一对近身手型，一对狐狸手摘上，一对五指放松手。而武器或指手呢，放在了最左边，只有一只右手。哎，我那都不敢这么抠呀。武器只给了你一把，先来看一下把手部分，分色呢基本都有还原，就是很随意。正面的联动孔洞呢有还原出来，不过装不上这个带扣，因为这个带扣的装的是圆形的，而并不是方形的。枪的连接装倒是方形的，可以连接在车扣上面，但是很松。然后装上第一个替换键呢，就变成了枪模式，组合度没问题。换上另一个连键就变成了剑模式。之前说了嘛，连键都是软胶的，所以说这么长的肯定会变形啦，需要泡热水自己重新定一下型。可惜巡巡版的做的太短了，不能够替代它的这一个垃圾玩意儿。而切换到枪模式呢，反而更长了。最后修复的话，浑身软胶你怎么修呀？就换个头得了吧。虽然巡巡版的大小合适，但是它这一个头枪呢太细了，所以需要给它切一下脖子，注意切一点试一下，防止给它切过了。最后给它切短切细到了这么一个程度，头里面呢也挖出了让位，就是挖过了，需要垫一些蓝丁胶，无所谓，两边让位挖过了就行。你看这效果起飞了。然后别忘了给切过的地方补上黑色。你看，仅仅是换了一个头呢，效果就有了质的提升，其他问题呢都不会被注意到，只看头了，太帅了。其他地方是真的懒得救了，毕竟比弯带腰矮了半头，你救了有啥用呢？总之，若不是这款 KO 降了一张，而且还有群星版的头作为拯救，不然我恐怕是不会考虑这一个的。所以还是那句话 ，KO 把头做好了比啥都强。可惜浪费了一个群星版的马克9，这玩意现在炒的好贵呀。